欢迎来到灰顶沟的旅程，我是裴金。大家在国中的时候，大概都拿多少零用钱呢？而又会拿零用钱去做什么呢？中学老师李文义在下课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学生阿才拦住了。阿才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停了一下，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阿才不是问他，老师你有没有零用钱？他是跟老师说，老师我只有200元，请问要怎么撑过2个礼拜的生活？然后老师就心想，200元2个礼拜，平均一天大概15元不到。阿才又接着讲，我昨天呢去了便利商店，买了一支17元的 Olay， 然后喝汤喝到饱，但是怎么算好像也真的撑不到2个礼拜。老师他开始去了解阿才的背景，才慢慢发现，现在阿才的妈妈是一位外籍配偶。那其实，在阿才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其实是相当缺席的，也就是缺席了那份爱的陪伴，更多的时候是很多的争吵还有责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阿才其实有更多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爸妈对他的关爱。国中会考那一天，老师看来看去遍寻不着，打电话到家里面，阿才你人呢？要考试了你怎么还没有赶快来学校？阿才那时候就哭哭啼啼的跟老师说，老师，我妈跟爸爸吵架了，她说今天就搭飞机回到她自己的家乡，她不要陪我考试了。老师，我不要去了，我也不要考了。老师听到这怎么得了国中会考对孩子来说是前途和未来的第一步二话不说，赶快就跑到了阿才家，亲自把阿才接出来。然后呢，老师就开始转身变成了超级陪考员带着他到特殊考场，然后呢，就是准备水然后带他去吃饭一堂一堂的陪着阿才考试，考到会考结束。也在这样子的一个陪伴里面阿才慢慢的对文艺老师有了一点点的信任感。在阿才的生活里面，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爱跟陪伴，所以他对于人的互动是非常非常的不擅长的，甚至很多时候都会讲话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就是用吵架的方式。老师观察到了，发现到他的这个情绪表达是很有障碍的，所以呢，就开始带着他去哪里呢？去了剧场。国王，今天轮到我来了。是不是整个山林中的鹿群都没了呢？到了戏剧院里面来看剧，透过戏剧里面的音乐，还有很多的角色的扮演，开始引导阿才去观察，你喜欢哪一个角色，他是什么感觉，慢慢的打开阿才对于人还有情绪的观察，然后也慢慢的可以去表达自己。爸爸妈妈就是不太管阿才，阿才永远都是留着一个鸟巢头，你知道吗？永远都是那个101件的 T 恤，还有那一双凉鞋，啪啦啪啦的走来走去。老师看看自己都受不了，所以呢，就抓着阿才去剪头发，然后甚至呢，一个大男生就带着一个小男生去哪里去逛街。阿才其实当他穿上了老师帮他选的衣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真的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点点自信咯，好像有一点点可以不一样咯。其实老师呢，就从这些生活的陪伴来陪伴阿才，甚至呢，他也开始就在想说，要让阿才能够有一个信心，就要从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开始，所以就开始到处的去找资源，甚至是自掏腰包，有这样的奖助学金，只要阿才表现得好，只要成绩有进步等等的，那就给阿才这样的一份鼓励，甚至教阿才怎么样子来理财。老师相信你，老师也会陪你。我们一步一步，我们一定会找出你很喜欢做的事情，找出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陪伴底下，阿才就慢慢的给了他一点鼓励，给了他一点加油，他就改变自己一点点。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但是呢，他还是不太出门，也不太喜欢跟朋友出去玩。老师觉得这样不行应该要让他更有机会走出去，跟人群接触，跟外界连接。所以有一天他就跟阿才讲说，
老师在学校办了一个活动，很担心没有人来参加呢，要不要请老师一下？到底阿财会不会应邀去老师说的那个活动呢？还是干脆在家里面睡大头觉比较安全？欢迎高德雨辰，我们下次告诉你。我当老师的成就感就来自于学生，他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去修正它，而且能够让它变得更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教育就是使人成人，而变成是更完善的人，止于至善。每滴水都燃情长，心留着个雨，终眼底唱着烈花昂首，温柔的心。